小娘放心，我男人在扬州守了好些天，那位曾经给魏小娘看诊的张郎中，一点踪迹都没有。没有证据，他能掀出什么风浪？话虽如此啊，可是明兰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无依无靠的了。若是露出什么马脚来，屋里那个老钱婆肯定会翻起身来替他撑腰。小娘不必担心，主君是疼小娘的，不是？况且这事牵扯了盛家的名声，主君是自然不会让人翻旧账，否则这岂不是怠慢了主君的决断？等到我们姑娘嫁得高门，谁还敢说小娘你的不是？说到议亲啊，侯爵府老侯爷去世时，各家设棚路祭，他们家大娘子现在要设答谢宴，请了不少故旧迎亲。齐国公家和咱们家也在首要之列，平宁郡主还特意叫人带了话，说让咱们也去呢。他们家那个小公爷呀，看着机灵样，竟是个瞎眼的。就是，六姑娘马球会的事儿，可是闹得沸沸扬扬的。我们不妨看看郡主是怎么收拾这场。小公爷瞎了眼了，但别家没瞎呀。顾家这个答谢宴，请了不少达官公卿和家眷们，这可是我墨儿大展身手的好机会。到时候我要让他们都知道，咱们盛家有这么一个好样貌、好精彩的姑娘。平宁郡主看不上咱们，但是汴京有的是富贵人家，我的墨儿才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就是。怎么突然想起拜祭祖先了？不用起来。前日梦见祖父，他说我们这些做孙女的也没人给他上炷香，所以我就来了。这几个孩子里头啊，你是最懂事听话的，为父很是欣慰啊。爹，你还记得我小娘的样子吗？她那时候死得多惨呀！我现在心里想想就难受。爹，您说，你有这么多的儿女，怎么就偏偏我小娘遭遇难产，一尸两命？这究竟是命不好呢，还是另有缘由？这妇人产子啊，本来就是一道鬼门关。你小娘她也是命中无福。哎呀，这也是一桩伤心事啊。你以后不要多想啊。爹，女儿在路上遭遇水贼，沉入水底的时候，以为性命不保，可是我恍惚间，我好像看见了小娘，伸出了手，拉住我，好像要说什么。她说什么了？我就是不知道说什么，心里才慌得很。你这是中了什么邪魔吧？在这乱说一气。女儿在酉阳亲眼见到大祖母咽气了，她死的
平静，女儿心里害怕极了。罢了罢了，年纪还小，不懂轻重，这些以后不可再提起，免得伤了一家子的和气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想请父亲准许。说。我听人说，像见到亲人亡魂的这种情形，都是亡者在地府过得不安，得做场法事超度一下才好。这也该当，如今是你大娘子当家，用多少银子，回头尽管去支吧。我小娘孤零零的葬在扬州乡下，难免会被孤魂野鬼欺负。爹，你是天子门生，阳气最重。女儿想请父亲您滴几滴指尖血，滴入到朱砂中，让女儿重新将小娘的牌位再描写一下，镇着那些小鬼们。这也算是父亲您给我和小娘的恩惠吧。圣人曰：“敬鬼神，而远之。”咱们家是读书清流人家，这些个怪力乱神的话以后不得再说。你也很不该要求上亲损毁身体。父亲，您说的有道理，是女儿欠妥了。那女儿做法事的时候，还请父亲到场，亲手点燃3炷香，壮一壮我小娘的灵魂吧。眼下外头兵荒马乱的，本该在家里好好的修身养性，你非要弄得如此不吉，你成何体统？父亲，小娘是您的枕边人呀。行了，看你受了惊吓了，早些歇着吧。姑娘，既然主君不肯滴血，你看，我们要不要找一个八字硬的，给小娘描个牌位啊？不用找了，本来就是编出来的。小桃，如果你八字硬的话，你愿意为我小娘滴血吗？我愿意呀，小娘平时待我很好，若有糕饼了，还会省给我吃呢。你都愿意，可是我小娘的枕边人，他却不愿意。你是可托付的，他不堪托付罢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地下的死人睡得不安稳，地上的活人怎么能睡得安稳呢？母亲，你看见了吗？那是齐国公主家的轿子。这么说，颜若哥哥也来了。还有，那是英国公家的轿子。他们家不是一向不喜欢参加这种聚会吗？为什么他会来啊？哎，你看，果然就是他们夫妻俩，没有别人。哎，夫人好。哎，你好。英皇家的闺女也来了。别闹了，大呼小叫的，你好家伙，让人。
这个英国公夫，诸位，老侯爷去世出殡，各家沿途都设了路祭凭吊，感激不尽。因为还在丧期，免去所有的披红挂彩，曲子和戏台也只唱些思念的词调，招待不周，还请见谅。秦大娘子自老侯爷去世以来，操持着偌大的顾府，劳心劳力，甚是辛苦。摆个小宴，众亲友聚一聚，乐一乐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王妃说的一点都没错。郡主娘娘平日里说话趾高气傲的，见人说话鼻孔都朝天。这会儿在雍王妃面前就装出一副避猫鼠的样子，知道是何缘故吗？三姑娘专安。你少跟我来这套。你是不是还以为自己跟齐小公爷打了场马球，他就会抬举你入国公府当名妾室啊？告诉你，郡主娘娘已经看上雍王家的女儿当儿媳妇儿。这雍王啊，是要入内做东宫的，郡主娘娘在他面前，自然也是要低声下气些了。瞧瞧吧，那位紫色衣服的，就是雍王的女儿，嘉诚县主。郡主娘娘啊，从小在宫里长大，皇宫大内呢是任她自由来去，想必一定是得到了什么封赏，才会选择这样一个论身材、论样貌都不如你。哎呀，妹妹，枉费心机了。县主是福禄深厚的人。听闻说呢，这容妃娘娘一家也看上齐小公爷了，只可惜啊，容妃宴她无福命薄，消受不起这么好的姻缘。他这一死，郡主娘娘便与雍王家来往。哎呀，哎，齐国公府真是高明啊，刀切豆腐两面光。不过话说回来，
我家祖上终归是做过太师的，跟你家不同。俗话说呢，这堂口封得住，人口封不住。你那家小家小气的心思，我劝你赶紧塞回娘的肚子里去啊！那边最摸席坐的是谁家的官眷？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？盛家大娘子带着的。郡主的恒哥不是在盛家的私塾读过书吗？两家常有来往，他们呀，自然也就跟我们认识。老侯爷去世的时候，盛家也是设了路祭的。原来那个就是盛家，可不就是他？啊，那叫过来，我仔细瞧瞧。对了，我刚想起一个趣事。我家前几日闹了一个笑话，为了几件小事，屋里的女使吵起来。一个厨房烧水的，竟然骂了我的贴身女使，弄得我呀哭笑不得。那郡主怎么处置的？处置什么呀？一个烧水丫头，一辈子都没进过主人的屋子，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瞧见没有？上头二位正指桑骂槐呢，说的是谁，你心里应该清楚吧？啊？我耳朵不好使，没听见。没有嫣红姐姐听得那么清楚。如今啊，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蠢材真的不少。一个个的觉得沾上了一点王府公侯的枝叶末梢，就觉得自己也有了身份。听到这种事情，我都觉得好笑，气都懒得生。来，不识货。六姑娘，六姑娘，大娘子也出来方便。方便什么呀？我是看不惯那几位装腔作势、指桑骂槐，出来透口气儿的。好孩子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，他们爱逞口舌之快，就让他们说去。我耳朵不太好使，那么远也听不清。对呀，这就对了，咱不听他的。过些日子啊，我邀了一些亲眷来打马球，你马球又打得好，不如过来跟我对战一场，那才畅快呢。这恐怕父亲和大娘子也不允吧？到时候我送帖子到你府上，你母亲看在我的面子上啊，也不得不允。姑娘，抛开家里，只要在外头有我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打头一次见你啊，我就喜欢你这种不娇柔造作的性子，对我的脾气。大娘子，贵府的六公子在前院寻娘子。寻我做什么？奴婢只是见着了，不知公子寻大娘子做什么。怕是有要事吧？大娘子，我就不阻您了。也好，那马球大会你可千万要来啊！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一准是那个小贱人又在家里寻死觅活了，早晚我收拾了他。六姑娘，六姑娘，小宫月来了。
一人共唱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我家新来了一个扬州的厨子，做这个千层糕做的最好了，我就给你藏着带出来一块。昨夜一树方舟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里人却道海棠依旧，是否应是绿肥红纱？昨夜一树方舟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里人却道海棠依旧，是否应是绿肥红纱？我知道，你平日里不喜欢金银首饰、胭脂、花粉什么的，但是你平生啊，最喜欢的就是吃，所以一有吃的呀，我自然就想着给你带过来了。有点冷了吧？确实是有点冷了。这个千层糕啊，热的时候才好吃。你别这么惦记我了。你瞧你，你都瘦了，都憔悴了。我不惦记着你，我怎么熬得下去啊？我知道，现在外面纷纷扬扬的都在说我要娶这个，娶那个。不过你放心，不管是她公主，还是县主，我绝不会娶别人为妻。我齐衡要娶的大娘子，只有你盛明兰一个人。哪怕你永远都不娶我，我也会记得你今天的样子。你放心，若是我母亲不同意，我便以命相诺。我是齐家的独子，我不相信他会看着我去死。住口！你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都不能往死路上面走。就当是为了我，我宁肯不再见你，我也不想看到你自伤自毁。好，我不会再作践我自己的身体了。我也盘算过了，等过些日子呀，我们这些勋爵门户都要去宫里面过春宴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当庭恳求陛下，求他将你指婚给我。我母亲就算再强横，她总不敢违抗圣旨吧？
这样能行得通吗？行得通，一定行得通的。陛下，他为人仁义、善良，乐于成人之美。如果我是真心的恳求他，一定会有出路的。明白。你放心，你一定要保重好你自己。你等着我，我绝不负你。若是小姑爷不成，本就是成不了的事儿。姑娘也该好好跟郡主娘娘说说话。这娘娘见姑娘这么聪慧，比那县主强多了，自然就肯了。没用的。怎么这样呢？我只怕小公爷他过不了郡主娘娘那一关。他若罢休，我就罢休；他若向前，我就向前。你这位婢女说的没错，你那个小公爷，只怕是要塌架子。话说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回家取一样属于我的东西。你来这里多久了？刚好听完一曲《长生殿》。那你这是都听见了？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。那你还拿明皇和杨妃来讥讽我？我这话说的是随意，理却同。想当年明皇与杨妃海誓山盟，百般恩爱，可到头来呢，明皇还不是舍了杨贵妃，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江山。他又不是明皇，有什么江山可保？他没有江山，但他齐家一门的荣辱是需要他来承担的。小公爷为人确实是才华横溢，友善和气，是个好人。但是，他却扛不住这么大的担子，到时候只怕你会摔得很疼。原来二叔嘴上说着不在意，心里其实是一直都记恨我的，记恨我搅和了你和嫣然姐姐的婚事。傅二叔，你是个好人，奈何嘴上生刺猬。二公子，哟，他们要来抓我了，你赶紧跑吧。他们是来抓你的，那你不要紧吗？这是我家，有什么要紧的？我或许可以帮你把这枪拿着。不用了吧，我的事儿不连累六姑娘。赶紧走吧。快走吧。二公子，别为难我们。怎么？才多久没见就拿我当贼了？我告诉你们，虽然我已离开顾家，但顾家祠堂宗谱上还有我的名字呢。顾家没你这样的子孙，你还有脸回来？祠堂这杆枪，我要拿走。你不是顾家的人，祠堂里的东西，你休想拿走。我8岁那年，与父亲进宫面圣，当时我在官人面前耍了一套枪，官家甚是高兴，把这杆枪赏给了顾家。没有我，就没有这杆枪，我为何不能拿走？再说，我现在对顾家已经毫无留恋。
这杆枪是我自己挣回来的，我一定得拿走。既然摆在顾家祠堂，那便是顾家的。顾家的一草一木、一针一线，你都休想拿走。就凭你们几个，能拦得住我吗？你若不怕再落个弑兄的罪名，就从我身上踏过去，便任由你拿。你，爸，今日我不打你，省得让你在众人面前再做一场戏。哼，这杆枪，我给你，你爱把它放在正厅也罢，放在祠堂也行，但你记着，总有一日，我是要回来的。你得给我开中门，扫庭院，把我请进祠堂，双手将此枪奉上。你休想！是不是你给公子和盛家那个庶女牵线搭桥，令他们见面了？没有。你还敢狡辩？你要是不承认，那我就打死你。确实没有，大娘子明鉴。好吧，你不说也罢。是不是你不打紧？你说不说也不打紧。横竖今日，我是要打死你！打！娘娘，娘娘，饶了我们！娘娘，小公爷，小公爷。小公爷，小公爷！母亲，母亲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不为他做错了什么？背着我，撮合你和盛家那个丫头去私会，还死不承认！不承认，我就打死他！没有，不为他没有，我没有与人私会，不为他没有，把我与人私会。母亲，我求你，我求你饶了不为吧！母亲，我求你，母亲！你们当我死了还是下了？在雍王一家子眼皮底下变戏法，这要是让王妃知道了，那还得了？今日不打死他，明日府内的下人们就有样学样，帮着你忤逆父母，那还不反变了？打死他！母亲，我求你，求你饶了我！母亲，母亲！禀大娘子，不为断气了。不为，不为！不为，不为。
成这样了，这要是去哪儿啊？这家伙待不下去了，我快要被憋死了。你不要父母了。不会，是我的知心人，他亲我，爱我，心里疼我，可怜我。你杀死他，就是要把我的心一起杀死。可是我不能再做一台米兰。您不让我跟米兰在一起，我偏要跟他在一起。我现在就是盛夏提亲。元若，元若，你要去，就是让我和你父亲去死。元若，你当年容飞燕为何会死？全都是因为你。那容家最先有意和我们结亲，容妃已经召我进宫2次。明里暗里的，也说了好几次。那容家祖上不过就是泥瓦匠出身，一家子都不堪说的。我心里不愿，可也不敢贸然拒绝，只好敷衍着。后来有一日，鸡鸣池外的马球赛上，雍王的女儿嘉诚县主对你一见倾心。回家就央求父母做主。雍王虽然儿子很多，可只有这么一个女儿。从小当他掌上明珠，有求必应。没几日，雍王妃便登门来试他。我左右为难，2家子都得罪不得，只好说了实话。没想到，那雍王妃当面没说什么，后来上元灯会，就有了容飞燕那档子事。是雍王家干的。小容妃最疼爱她这个妹妹了。凭着小容妃如此荣宠，官家连御林军都派了出来，偏偏连个贼人影子都没找着。除了雍王，谁家还能做得这么滴水不漏？这简直太无法无天了。难道官家就坐视不管吗？官家为力处一室，忧郁病倒，1个多月都没上朝了。未免他心烦，后宫上下无人敢将此事告知。幽王出身高贵，子嗣众多，年纪又在宗室诸子中最长，呼声最高。若是他日册封为太子，就更加权势熏天，得罪不得呀。他现在还不是太子，不管他是不是太子，都是踩在咱们头上的人物。况且，因着容飞燕一事，容妃一家也恨了咱们。戚家又人丁不旺，子侄不争气，只靠咱们这一支撑着。你父亲虽然有个延误的差事，可是如今又没得做了，
只领个虚职，并不受官家赏识。这些年，全凭着我，在官家皇后身边长大，得他们一点亲眼，才保着国公府这10几年的兴旺。你不答应婚事，如果有一天官家没了，新皇登基，到那时候天翻地覆，咱们没了靠山，那时候咱们可就真成了砧板上的鱼肉，任雍王宰割了。哼，太可笑了。都说包死大气，如今我这样一个粗鲁的男子，竟然也可以惹出这样的祸事来。母亲，只要我死了，雍王就会放过我们一家了吧？就疯了！你说什么傻话？我没疯。现在要救齐家，就只有这一条出路。母亲，你现在就去回复雍王妃，他想要啊，可以，除非县主愿意嫁给一群尸首。不行，你是齐家的独子，我们只有你这一个儿子，你不能死。母亲若是不愿意娶，我自己孝淑送去。郡主，姑爷的车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，慌什么？车回来了，人没回。一朝花开傍柳，寻山无觅听候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偷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